它便宜到一把不到台币20块，它好吃到让人一盘接一盘白饭停不下来，它营养丰富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发展中国家最佳绿叶蔬菜之一。一把蒜头，一勺豆腐乳，大火快炒，火气腾腾，就是一道令无数游子魂牵梦萦的家乡味。它已经在这颗地球上被人类种植了至少1700年，从中国的晋朝就有文献记载。它甚至是世界上最早被用来水耕无土栽培的蔬菜。南方人用芦苇编成小筏，钻出小孔，把它的种子丢进去，它就一节节地长，铺满水面，被古书称赞为南方之奇蔬。可是这样一颗被30多亿人吃了1000多年的最寻常不过的绿叶菜，到了美国竟然摇身一变成了通缉犯。它被列入美国农业部的联邦有害杂草名单，等级之高，几乎是植物界的毒枭级别，跟那些可以毁掉整个生态系的世纪杀手并列。在亚利桑那州，无论你是种它、卖它、买它，甚至运输它，全部都是违法的。在佛罗里达州，它被列为最高等级的有害杂草，只要私下种一根，就可能面对罚款，甚至刑事追诉。在阿拉巴马、阿肯色、路易斯安那、北卡罗来纳、南卡罗来纳、佛蒙特，前后超过16个州把它列管。它连同它的近亲红薯，在某些州都被划进了黑名单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已经猜到了，没错，今天的主角就是我们最熟悉、最便宜、最不起眼的空心菜。到底是怎样一个转折，让一颗被全亚洲30亿人捧在掌心，吃了1700年的家常蔬菜，在美洲大陆沦落成万恶的生态入侵者？这背后究竟藏着一段怎样荒诞又心酸的历史？亚裔移民如何在美国发起一场持续40年的地下种菜抗争？为什么连柬埔寨难民都会集体跑去德州州政府公听会抗议？又为什么亚利桑那的法律会荒谬到连同属一个科的红薯都不准种？今天我们就把这个故事从头到尾一刀一刀切给你看。要理解这场荒诞，我们得先把镜头拉回亚洲。空心菜的学名叫瓮菜，旋花科番薯属，跟我们吃的地瓜，跟院子里爬墙的牵牛花，全都是亲兄弟。它的茎是中空的，所以叫做空心菜。叶子像箭头，花则像缩小版的喇叭花，淡紫色或纯白色，温柔到不可思议。中国史书最早记载它的是公元300年左右的晋朝，距今1700多年。明代的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里写得清清楚楚，瓮与拥同，此菜唯以拥成。意思是这个菜得用土拥起来才能长得好。但实际上在更早的岭南，也就是今天的广东一带，人们已经发明了一种更神奇的种法。他们把芦苇编成小竹筏，钻几个小洞，丢到水塘里，把空心菜的种子撒进洞中，种子在水面飘，根在水下生，叶茎从洞里冒出来，水水浮沉。这就是全世界最早的无土水耕农业，比现代水耕技术早了整整1500年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空心菜在中国民间还有一个凄美的传说。《封神演义》里，商朝丞相比干被妲己陷害挖心，因为姜子牙的法术保佑没死，骑马出北门时，遇到一个卖空心菜的老婆婆。比干问：菜无心能活，人无心能活吗？老婆婆答：菜无心能活，人无心即死。比干一听，当场吐血而亡。虽然是民间故事，但你看，连神话都拿这颗菜当主角。空心菜的空心，在中国人心里早已不只是植物学的描述，而是充满哲学意味的隐喻。从南方到北方，从中国到东南亚，这颗菜的版图越扩越大。在越南，它有自己的名字，是国民等级的蔬菜，几乎家家户户天天都吃。越战时期甚至被当成战士的口粮之一。在泰国，它被叫做炮棚，路边摊一份火焰空心菜，厨师会把锅烧到冒火，倒下虾酱和辣椒，铿锵一声，整盘菜直接腾空飞舞，是泰国最具表演性的料理之一。连米其林指南都专门介绍过，在菲律宾它叫干公，是国菜的主角之一。
菲律宾人甚至会用椰浆和鱼露来炖它。在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它叫通菜。马来人用虾酱和巴拉煎辣椒炒，它是娘惹菜的招牌。在印度，它甚至早在阿育吠陀医学里被当成药用植物，用来治疗肝病和黄疸。在印尼，它被用在传统的杂菜饭里，是平民最便宜的绿色蛋白质。说到药用，这颗菜可不简单，它富含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， 每100克生叶中含维生素 A 高达6300国际单位，相当于成年人每日建议摄取量的2倍以上，比胡萝卜还高。它含铁量高，每100克有将近2毫克的铁质，是传统用来治疗贫血的食物。它的纤维丰富，钙、镁、钾样样不缺。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，是保护眼睛的天然黄金。本草纲目记载它能解野葛毒，传统中医认为它清热凉血、利尿通便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它甚至救过无数人的命。我们可以这么说，没有空心菜，可能就没有今天这么多繁荣的东南亚文明。那么，这么一颗充满光环的蔬菜是怎样漂洋过海来到美洲的呢？故事还得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华人移民潮说起。当第一批华工、第一批越南难民、第一批菲律宾人、柬埔寨人、辽国人扛着行李跨过半个地球抵达美国的时候，他们的口袋里有的不是金条，而是几粒干干的菜籽。空心菜的种子被缝在衣角，被夹在书页，被悄悄带到了加州、夏威夷、佛罗里达、德州。后来在2战期间，东南亚国家也大规模栽种空心菜当战时口粮。战争结束后，跟着美军归国的东南亚华侨又把更多种子带进了美国本土。最初一切都很平静，华人移民在自家后院挖个小池塘，丢几粒种子，等3个月就有1池子的乡愁可以炒。在加州的中央谷地，在佛罗里达的迈阿密郊外，在德州的休斯顿周边，一片片小型的家庭菜园悄悄出现。没人想到问题会发生，可是很快状况来了。空心菜实在太强了，强到让美国的生态学家都目瞪口呆。它的生长速度有多夸张？在热带气候下，一天可以长10公分，一颗单株的茎可以蔓延到20多公尺，最长纪录超过21公尺。它的茎是中空的，能在水面浮起来，顺着河流飘到下游，所到之处全部生根。更可怕的是，它根本不需要种子，随便折一段茎丢进水里，3天就长出根，7天就长成一片，1个月就能霸占半个池塘，3个月可以盖满一整个小湖。1970年代初期，佛罗里达的沼泽地、运河、湖泊边开始出现一片片诡异的绿潭。州政府派人去调查，赫然发现整段运河被一种他们从没见过的绿叶植物完全覆盖，叶子像箭头，茎是中空的，密密麻麻，连划船都划不过去。佛罗里达州环境保护厅的生物学家后来这样形容，这东西太可怕了，密不透风，连光都透不下去。底下的原生植物因缺乏阳光而死亡，鱼类因缺氧而翻肚，连州政府核准使用的水生除草剂对它都没效。佛罗里达的工程师甚至发现，有些灌溉渠道被空心菜整个堵塞，农田因此无法排水。雨季一来，整个社区陷入泥淖。于是，在1973年，佛罗里达州正式立法，禁止种植空心菜。10年之后，美国农业部更上一层楼，把空心菜列入联邦有害杂草名单。从那一天起，任何人想要跨州运输这颗菜，必须持有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疫局发放的特别许可证，编号叫做 PPQ526。没有这张纸，光是一把空心菜从加州运到内华达，都可能变成联邦罪。到了1990年代，佛罗里达的大沼泽国家公园差点被空心菜活活吞掉，州政府动用了上百万美元的预算，雇人下水砍菜，砍完以后还要焚烧，因为只要剩一段茎，它就能死灰复燃。后续更多州跟进，阿拉巴马、阿肯色、亚利桑那、加州、路易斯安那、北卡、南卡、德州、佛蒙特、夏威夷前后超过16个州把它列管。
有的需要许可证，有的干脆全面禁止。可是对于亚裔移民来说，这简直是天打雷劈。你叫一个从越南、从柬埔寨、从广东过来的人，从此再也吃不到空心菜，这就像叫意大利人不准吃番茄，叫法国人不准吃乳酪，叫日本人不准吃米饭，那还叫人吗？于是一场跨越30年的地下种菜运动悄悄展开了。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德州休斯顿郊外的一个小村庄，叫做玫瑰园。那里聚集着一群在1970年代逃离红色高棉大屠杀的柬埔寨难民，他们亲眼见过自己的父母兄弟被波布的军队屠杀，他们失去了家乡，失去了亲人，失去了一切。唯一还能让他们感受到我还活着的，就是田里那一排排绿色的空心菜。他们用一把菜刀和剪刀，几十年如一日，按照柬埔寨老家最原始的方式，在德州的水沟边、池塘边偷偷种菜，然后把这些违禁品用纸箱包好，贴上夜光标签，悄悄发到全美各地的亚洲超市。每一捆空心菜背后都是一场小型走私行动。在某些年份，这个小村庄出货的空心菜几乎占了全美亚洲超市供应量的20%以上。靠着这颗违禁菜，柬埔寨难民们盖起了房子，送孩子读了大学，从一无所有的难民变成了当地的中产阶级。2009年，德州公园与野生动物局召开了一场听证会，原本只是例行的公务会议，结果几十个乡下柬埔寨农民忽然冲进了会场。会议记录上留下了一段让人哭笑不得的对话。委员试图点名让农民发言，可是这些柬埔寨人的名字他一个都念不出来。委员结结巴巴地说 Ruby， 我来试试看念你的姓 V 开头是不是这样念，我想是吧。然后又说麦可里是麦可里对吗？派翠可翁是不是这样？你还好吗？整个会议现场一边是严肃的议事规程，一边是这些念不出名字却拼了命要为自家菜园发声的老农民。这就是文化的撞墙现场。一边是手里握着植物保护法的州政府官员，一边是只想为家人种一把家乡菜的东南亚老农民。双方都不是坏人，双方都觉得自己理直气壮，可是规矩摆在那里，杂草定义摆在那里。最后经过亚裔农民、亚裔议员、亚裔社团整整20年的抗争，德州在2007年终于开放了持证商业种植的口子。但你想私下在自家后院种一棵，对不起，还是不行。到了2022年3月，又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来临。乔治亚州在亚裔社区整整10年的请愿下，终于宣布持有许可证的厂商可以合法在乔州贩售空心菜了。当地的越南裔餐厅老板杨女士眼泪都掉下来。她说，这个消息我等了20年，从1990年代初我来到亚特兰大，我就一直在想，什么时候我的客人可以光明正大的吃到一盘空心菜。乔治亚州农业厅厅长承认，这颗菜在亚洲是家常便饭，可是只要逃进乔州的湿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他也说，社区的需求是真实的，私下交易一直都存在，与其视而不见，不如建立规范，让政府能收税，让食安能监管，让消费者能放心。可是最让人想不到的是亚利桑那州。亚利桑那是沙漠州，气候干燥，年降雨量极低，空心菜根本活不过第一个冬天。照理说，它对亚利桑那的生态完全没有威胁。可是直到今天，在亚利桑那种空心菜、卖空心菜、进口空心菜，全部都是违法的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农业专家亲口承认，截至最近的观察，空心菜对亚利桑那生态根本没造成任何破坏。但法律就是法律，连同数一个番薯属的红薯，在严格意义上种它都是非法的。这就是法条的荒谬之处。在沙漠里禁止一棵需要热带湿地才能活的水生植物，这就像在北极圈禁止种植香蕉，在撒哈拉禁止养殖珊瑚礁。亚利桑那的亚裔居民曾这样感叹，每年他们全家都要开车好几个小时，跨州跑到加州城县的小西贡，或是长滩的柬埔寨城，就为了在中餐馆里点一盘空心菜。他说，
这道菜会让他想起家乡，像过节一样，正因为吃不到才觉得珍贵。一把空心菜居然变成了奢侈品，变成了情感的图腾。也有人铤而走险，在自家后院偷偷种1-2颗，每次浇水都要看左看右，生怕邻居检举，生怕州政府的人员从天而降。更荒诞的是，2012年前后，美国农业部因为预算被砍，干脆停止了对非法跨州运输空心菜的调查。一位农业部发言人讲了一句非常哲学的话：我们并不是不知道有这件事在发生，一边是法律明文禁止，一边是执法人员根本不执行，这形成了一个极为诡异的灰色地带。空心菜就在这个灰色地带里年年生长，年年被人们悄悄吃进嘴里。这就回到了我们最开始的那个问题：为什么一颗在亚洲被30多亿人捧在手心，吃了1700年从来不出事的蔬菜，到了美国却变成了众矢之的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也很值得我们深思。它不是因为这颗菜本身有什么罪，它只是不该出现在那个地方。它是热带植物，它要的是湿热，要的是水网密布，要的是被人类密集照顾的水田。在亚洲，每一块水田都有农民在照看，每一条沟渠都有人在打理，它再凶猛也跑不出田埂。可是到了美洲，到了佛罗里达那种高温高湿却又没人管的天然沼泽，它就像被放出铁笼的野兽，一发不可收拾。科学家们估算过，如果完全不加管制，空心菜可能在10年之内把整个南佛罗里达的水系全部占领。那不是耸人听闻，因为它一颗单株就可以长出超过20公尺的茎，每天长10公分，没有任何天敌，没有任何气候障碍，连除草剂都打不死。它甚至会缠住灌溉系统，堵塞排水管，引发洪水。在它霸占的水域，原生的鸟类失去了栖息地，原生的鱼类失去了食物，连蚊子都因为净水区增加而疯狂繁殖，连同蚊子带来的疟疾风险都随之上升。一个热带小角落的食物，到了另一个热带小角落，就变成了一场生态浩劫。而且空心菜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，它的茎叶间常常寄生一种叫做福寿螺的水生螺类。这种螺带有一种寄生虫，叫做广州管源线虫，人类一旦不慎吃下去，可能引发致命的脑膜炎。在亚洲，因为烹饪文化发达，大火快炒就把寄生虫全部杀死。可是到了美国，如果空心菜跑进野外水域，这个寄生虫链条就可能威胁到当地的居民。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农业部对它如此戒慎恐惧的另一个深层原因。但这真的全是空心菜的错吗？故事的另一面更让人深思。当亚裔移民被禁止种一颗自家香菜的时候，他们失去的不只是一盘炒菜，他们失去的是与家乡的最后一条情感纽带。当柬埔寨老农民被指责为非法种植者的时候，他们听到的不是法条，而是你不属于这里。当亚利桑那的姑娘要开车跨州去吃一盘空心菜的时候，她吃下去的已经不是蔬菜，而是乡愁。当第2代亚裔移民的孩子从来没有在自家后院种过一颗家乡菜的时候，他们失去的是与祖父母那个世代的最后一道绿色记忆。这就是植物的政治学，一颗菜的命运背后牵连着移民、生态、文化、法律、商业、政治。它能告诉我们的远比一盘炒空心菜要多得多。它告诉我们，所谓的入侵物种从来不是物种自己决定的，而是人类把它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造成的。它告诉我们，生态边界的危险比我们以为的要脆弱得多。它也告诉我们，当文化、移民和法律在同一张餐桌上相遇的时候，会擦出多么荒诞、多么动人又多么难解的火花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当美国正在用最严厉的法律封杀它的时候，亚洲却在用最热情的方式拥抱它。在中国的广西博白，当地培育出一种特殊品种的空心菜，被称为空心菜中的爱马仕，肉质特别嫩脆，每一斤的市场价格甚至高过普通猪肉，而且还大量出口到美国。靠的就是冷链空运
和 PPQ526 的特殊许可证，一把广西的薄白空心菜从田里采收到美国亚洲超市的货架，要经过3趟卡车、2次冷藏、1张联邦许可，最后卖到一把$6-7的天价，可亚裔顾客还是抢着买，因为那就是家的味道。在台湾，空心菜更是夜市热炒最受欢迎的菜色之一，蒜炒空心菜、沙茶空心菜、腐乳空心菜，每一家热炒店都有自家的独门诀窍。我们台湾的小农在彰化、云林、屏东一年四季都在种空心菜，从不需要任何许可证，从没有任何州政府来找麻烦。你今天去传统市场买一把30块台币，菜贩还会送你一把9层塔，这在美国根本就是天方夜谭。在香港，旺角有一条街叫做通菜街，旁边就是西洋菜街，两条街合在一起就是2种爱水的蔬菜的命名礼赞。在越南，空心菜出口已经发展成一个价值上亿美元的产业，从河内到胡志明，每一个农村都有人种它。最后一个画面留给你想象，在德州那个小村庄，柬埔寨老农民坐在自家后院，看着夕阳落下，看着池塘边的空心菜在风中摇晃。他不识字，他不懂什么是植物保护法，他也不知道什么是联邦有害杂草，他只知道这把菜是他妈妈教他种的，是他从小吃到大的，是他和已经回不去的故乡之间唯一的桥梁。他轻轻折下一段茎，丢进水里，明天它就会长出新根，再过7天又是一片绿油油。他知道他可能违法，可他也知道人不能没有根。空心菜虽然茎是空的，可它的根扎得比谁都深，扎进每一个移民的心里。也许这就是空心菜的真正秘密，它不需要种子，它不需要土壤，它甚至不需要被任何政府合法承认，只要有一段茎，只要有一洼水，它就能活下去，就能长出来，就能在世界的任何角落继续喂养那些想念家乡的人。也许在某种意义上，空心菜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移民、关于坚韧、关于顽强生存的最好隐喻。它不请自来，它随遇而安，它倔强生长，怎么禁都禁不绝。下次当你在台湾的热炒摊点一盘蒜炒空心菜，配上一碗白饭，举起筷子的时候，请记得你夹起的不只是一颗蔬菜，更是1700年的历史，30亿人的日常，无数移民流淌的眼泪，以及一段横跨太平洋的荒诞又温柔的人类故事。我们是何其幸运，能在这座岛上自由地吃着一把空心菜，看着夜市的灯光，配着朋友家人的笑声。也许下次点菜的时候，可以多炒一盘，配一杯啤酒，敬给那些在地球另一端连种一颗家乡菜都要躲躲藏藏的人们。